法国外交部7号表示，随马克龙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外长科隆纳，在中国与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举行了面对面会谈。外界注意到，这是中方积极斡旋伊朗和沙特复交后的又一次正面的外溢效应。因为就在法伊外长会谈的前一天，沙特与伊朗外长在北京举行会谈，讨论了重新开放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步骤。4月8号，沙特工作组抵达伊朗，与伊方就重开使领馆工作进行讨论。中方的有效斡旋，也让外媒将中国形容为外交和政治圣地。据伊朗德黑兰时报7号报道，借同时访问中国之机，法国外长科隆纳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北京举行会晤，双方就多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双方的声明，科隆纳和阿卜杜拉希扬在会谈中全面讨论了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他们还就领事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同意促进相互尊重和继续对话。多家外媒以罕见形容这场北京会见。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1月到2月期间，伊朗和欧盟针锋相对，互相对对方施加一系列制裁措施。而法国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与伊朗的关系受到多方掣肘。此次借中国调停沙伊关系之机，法国在北京与伊朗实现外交对话，对缓解两国紧张关系大有裨益。法伊关系在北京取得重大进展之际，沙伊复交事宜也在持续推进。继4月6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北京举行会晤，宣布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并签署联合声明后，当地时间4月8号，沙特外交部派出的工作组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两国重新开放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工作细节。这是沙特代表团7年多时间以来首次访问伊朗。沙特外交部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旨在推进沙特、伊朗和中国达成的协议，讨论重开沙特驻伊朗大使馆以及沙特驻马什哈德领事馆的事宜。缓和一个最基本的方面，最大的看点就是伊朗大幅度的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在过去很顽强的。力度很大的输出革命、扩张什叶派势力这方面的一些政策有所调整，有了伊朗的调整，那么它自然的会相应的得到沙特其他海湾国家和整个逊尼派阿拉伯世界的这种对应性的反应。此外，路透社7号引述知情人士披露，沙特阿拉伯与阿曼的外交特使也计划下周出访也门首都萨那，与胡塞武装官员就一份永久停火协议进行讨论，以结束长达8年的也门冲突。知情人士说，双方此番商讨的重点是全面重开也门的港口和机场，支付公务员薪资，重建进程和政治过渡等事宜。消息人士透露，若谈判顺利，各方可能会在4月20号起的开斋节前宣布达成协议。路透社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还报道称，也门局势近期取得进展的另一个迹象体现在沙特领导的军事联盟解除了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南也门港口实施了8年的进口限制。也门政府于6号表示，商业船只将被允许直接停靠在包括亚丁在内的处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南部港口，除少数例外，所有货物将被允许清关。路透社称，沙特官员访问萨那一事表明，在阿曼斡旋下，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同样表明，在上个月沙伊北京对话后，在沙特与伊朗这对宿敌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后，地区国家间的裂痕正在进一步缓和。一直以来，沙特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冲突中持相反立场。在也门冲突上，伊朗方面在政治上支持胡塞武装，而沙特则是也门政府的支持者。这一次在沙特和伊朗，恢复正常外交关系，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双方在中东地区博弈的一个主要的战场就是也门战场，应该实现停火。在中东地区广泛出现和解浪潮之际，美海军却突然宣布向中东部署了一艘能够携带多达154枚战斧巡航导弹的核潜艇。美核潜艇为何此时重返中东地区，又会给该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美国海军第5舰队发言人霍金斯7号发表声明说，美海军潜艇佛罗里达号6号进入中东水域，佛罗里达号可携带多达154枚战斧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将为美国第5舰队提供支持。美联社分析认为，美军将佛罗里达号部署至中东地区，意在就近期局势向伊朗展示武力。
据报道，美国第5舰队长期在重要水域霍尔木兹海峡巡航。霍尔木兹海峡是进出海湾的唯一航道，海湾产油国严重依赖这一通道出口原油，全球约有20%的石油贸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美国、英国和以色列指责伊朗近年来将油轮和商船作为袭击目标，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美国和伊朗舰艇还在海湾水域多次对峙，美海军2021年4月甚至曾向伊朗船只开火示警。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近期进一步升温。观察指出，2011年以来，美国一直收缩在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但近期在中国的斡旋下，中断联系7年的沙特和伊朗在北京握手言和。美国看到这种发展趋势后，出于战略焦虑，不得不在中东地区重新布局，部署核潜艇只是其中一环。所以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并不甘心，在这个地区呢，撤出，在这个地区呢，失控，所以他要，通过经济制裁，通过军事存在，甚至呢，采取军事打击手段，在这个地区控局。但是不管怎么说，中东地区的和解外交呢，已经上了快车道，所以地区国家的觉醒，地区国家。谋求发展、谋求和平的步伐呢，正在加快。这一步伐来说的话，美国是难以阻挡得了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还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上周突然秘密访问沙特，与沙特高级官员讨论了共同利益，并承诺与沙特加强在反恐等领域的情报合作。然而，伯恩斯此访的重点不止于此。他告诉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与伊朗和叙利亚达成和解，令美国感到措手不及。而伊朗和叙利亚这2个国家目前仍然受到西方的严厉制裁。值得一提的是，伯恩斯用美国全球竞争对手来代指中国。《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沙特和伊朗长期因安全和宗教派别问题而关系紧张，两国对地区主导地位的竞争也日益加剧。但随着中国出面斡旋，这一中东地区最为棘手的对抗关系开始解冻。中国在促成沙伊和解的过程中，出人意料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加速了中东地缘政治的重新调整。《华尔街日报》称，此时更标志着中美竞争迈入新阶段。China made a massive global advance by strengthening its ties with Saudi Arabia, which joined a China-led security bloc and signed a multi-billion-dollar energy deal. This comes straight after China brokered a peace deal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ran. It's all a massive humiliation, not just for America, but Biden personally. What's happening to America? We used to be the world's leader. Everybody wanted to be our ally.Now, Biden staggers around. 德国《明镜周刊》指出，美方对于沙伊和解感到惊讶和恼火，是因为沙特人根本没有征求美国人的意见。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主导着沙特的战略决策，这个时代已经宣告结束。随着北京和平协议的达成，中东地区也正在重新洗牌。文章称，与美国不同，中国一直避免批评利雅得和德黑兰，而且同时购买这2个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因此北京的中立政策比美国的政策更容易遵循。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前副主席格雷厄姆·富勒也认为，华盛顿必须深刻反思其霸权思维主导的外交政策。他在美国治国方略网站撰文表示，在摒弃华盛顿用来观察世界的那种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情况下，中国凭借其行动能力获得了机会，推动伊朗和沙特恢复外交关系。然而，华盛顿非但没有欢迎这种地区冲突的化解，反而似乎对这一和解表现出明显的失望。富勒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陶醉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标签，为了孤注一掷地证明自己仍然能够发号施令，不惜一切阻止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相比之下，中国现在正扮演更为务实的非意识形态的全球外交官角色。这个是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一个明显的失败，是它的一个巨大的损失。你想，就是沙特离美国的距离明显的拉远，这个就是因为拜登政府对沙特的搞的人权外交，说沙特的人权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等等。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实际上最大的热点还是在乌克兰。美国、欧洲国家、俄罗斯，他们在乌克兰进行着非常激烈的角逐较量。中东整个地区基本上是处于中立状态，包括伊朗。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不大可能再让美国在地区和解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